在美国买房的时候，四大税不用你交，你知道吗？在美国买房有哪些税是不用交的，或者是可以晚交的？买房的时候可以帮你省下几万。贷款利息抵税，买房贷款的利息部分是可以抵税的。举一个例子，50万美金的房子，首付10万，40万贷款30年，假如利息5.65%，除了40万贷款本金部分所交的5.65%的利息部分是可以抵税的。房产税可以抵税。根据州和地区的规定，每年报税可以相应抵免全部或者部分地税的费用。以50万的房子为例，如果地税1%，就是每年需要缴纳1万美元。如果夫妻最高可以抵免额度为1万美元，那么一人可以抵免5000美元，夫妻便可以全额抵免。自住房增值免税，如果房子住满2年后出售，增值部分可以每人抵25万，夫妻2人可以抵50万。如果是住满了10年以后，房子以110万出售，房子增值50万，1分钱税都不用交。加州规定，如果5年期间自住满2年出售的房子，增值部分一个人可以抵免最高25万，夫妻2人可以最高抵免50万的额度免税。投资房置换免税1031 Exchange， 这是针对投资房增值税的一个法案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以房换房。如果你想卖掉投资的房子，重新买一套更大的或者不同地区的投资房，使用1031置换法是可以暂时不用交税的，其实是延迟交税，需要满足3个条件就可以了。新房子的价格大于旧房子，2套房子售出与购入之间不能超过45天，所有合同过户款项交割流程不能超过180天。这个物业置换法经常用于商业的物业置换。以上4大税加起来，妥妥省出一个小金库，你了解了吗？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，优质的美国房源，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，做值得您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。我们不讲套路，不讲技巧，只讲底层判断力，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。欢迎订阅，带您拆解更多美国地产背后的真实逻辑。当下房产投资最大的风险是经济下行的风险。如果房贷利率迟迟降不下来，而且房租下降了，您投资的房子又是负的现金流，就有可能拿不住房子了，然后被迫低价卖掉。只有稳定的租客和正向的现金流，才能保证您能拿得住这个房子，等来下一波上涨。必须确保有充足且持续的现金流来覆盖所有的支出，否则房价会迅速从资产变为沉重的负担。稳住现金流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前提条件。提供房产投资交易全方位服务，欢迎点赞订阅。